沈燕作为贫困生被前男友一家逼退，只因手中仅有10元存款。这是典型的阶层碾压，对方是金钱为万能，却不知物价已崩塌万倍。面对势力干妹妹的羞辱和母亲冷嘲热讽，她为何选择沉默？并非软弱，而是正在积蓄力量，等待反击时机。此刻忍耐，只为爆发更狠。周围人嘲笑穷酸鬼配不上豪门少爷，这种偏见如何破除？唯有实力说话。沈燕即将用购买力证明贫穷只是暂时的假象。为何被羞辱后沈燕没有当场发作？这看似隐忍，实则是在观察对方底牌。他在确认物价崩塌的真相。只要钱能买到尊严，此刻沉默就是最强反击的前奏。这种偏见难道无法立刻打破吗？常规手段无效时，唯有绝对的经济实力才能瞬间粉碎所有势利眼的傲慢嘴脸。这段情节安排看似简单，实则埋下巨大伏笔。为何此时不直接反击？非也。此刻沉默只为后续雷霆手段做铺垫。面对满口恶言的前男友一家，沈燕选择隐忍，是否显得性格软弱无能？非也。此刻沉默只为后续雷霆手段做铺垫。沈燕为何在餐厅冲突中突然不再隐忍？她心里到底怎么想的？表面是愤怒爆发，实则是看清对方底牌后的精准反击策略启动。既然有钱就能买尊严，为什么还要忍受之前的冷嘲热讽？因为忍耐是为了收集更多罪证，等待在听证会上彻底摧毁反派根基。沈燕选择当场揭露其怀孕真相，是否过于激进？既然有钱就能买尊严，为什么还要忍受之前的冷嘲热讽？此时若只讲道理，能否扳回一局？还是必须用绝对实力说话才够味？常规说理对恶人无效，唯有展示碾压级财富，才能粉碎所有傲慢偏见。前男友一家因物价崩塌陷入恐慌，他们手中的积蓄瞬间缩水成废纸。此时若只讲道理，能否扳回一局？还是必须用绝对实力说话才够味？常规说理对恶人无效，唯有展示碾压级财富，才能粉碎所有傲慢偏见。前男友一家因物价崩塌陷入恐慌，他们手中的积蓄瞬间缩水成废纸。这不仅是金钱游戏，更是世界观的彻底颠覆。穷人的尊严在绝对购买力面前不堪一击。沈燕为何不立刻动用财富碾压？此刻隐忍是为了让反派自暴其短，只有让他们尝尽绝望滋味，后续打脸才更解气。面对即将召开的学术听证会，主角如何布局才能彻底摧毁剽窃者的职业生涯？他利用前世记忆提前备份代码，并故意留错数据，将对方逼入无法自证清白的死局。沈燕为何在巨额财富面前仍保持冷静？这背后藏着怎样的心理博弈？他早已看透对方把金钱当权杖的傲慢本质，此刻沉默是为了更狠的反扑。干妹妹故意弄脏衣服想激怒主角，这种羞辱行为究竟算不算职场霸凌？这是典型的权力试探，试图用道德绑架逼你低头，却不知触动了底线。面对赔偿要求，沈燕直接买下全场珠宝，这一举动彻底改变了什么格局？瞬间撕碎了势利眼的伪装，让利益链条上的所有人看清谁才是真正的大佬。这段剧本把主角的反击节奏卡得很准，没有无脑撒钱解决一切问题。这是为了维持短剧节奏做的取舍，毕竟核心目标是快速推进复仇主线，而非铺陈细节。编剧很聪明的让反派先得意忘形，再自暴其短，这种反差感比直接打脸更有张力。既然听证会已定反派死罪，主角接下来如何收网？他是否打算彻底清算旧账？此刻并非庆功时刻，而是新危机的开始。舆论反噬让沈燕面临被全校通缉的风险。
面对铺天盖地的谣言和导员的施压，妹妹沈星能否承受这种压力，继续上学？既然听证会一定反派死罪，主角接下来如何收网？他是否打算彻底清算旧账？此刻并非庆功时刻，而是新危机的开始。舆论反噬让沈燕面临被全校通缉的风险。面对铺天盖地的谣言和导员的施压，妹妹沈星能否承受这种压力，继续上学？主角决定用巨额资金直接收购学校股权，以此换取对校规的解释权和保护伞。前男友母亲试图转移资产跑路，却被警方以涉嫌诈骗当场控制。这算怎么回事？这是前世记忆中的关键伏笔提前兑现。反派因物价暴跌而做出的错误投资暴露了所有赃款流向。沈燕此时的心态有何变化？她是否还会像以前那样为几块钱发愁？舆论风暴下，沈燕为何不直接解释？她心里真正怕的是什么？并非无法开口，而是深知昔日谣言已根深蒂固，沉默是为了积蓄反击雷霆之力。面对全校通缉令，妹妹沈星是否会因此放弃学业，选择退学？不会，主角早已看穿导员施压背后的利益链，正筹谋收购股权以护其读书梦。这是否意味着旧账清算彻底终结？非也。物价暴跌让反派投资暴雷，所有赃款流向在警方眼中已如白纸黑字般清晰。既然听证会胜诉，沈燕为何还要收购学校股权？难道怕对方反扑报复吗？这是为了彻底斩断后患，防止校方借舆论再次抹黑他或妹妹的未来学业。反派母亲因投资失误被警方带走调查，这算是运气好，还是罪有应得？纯属因果报应。物价暴跌让所有非法所得瞬间蒸发，贪婪者终将被时代抛弃。沈燕心态彻底改变，不再为钱发愁后，接下来最该做什么事来巩固地位？他要带着妹妹远离是非圈层，用绝对实力构建新秩序，守护来之不易的安宁生活。为何沈燕在听证会获胜后仍不罢休？剧情安排是否过于紧凑，缺乏余韵？这是编剧刻意拉满爽感节奏的笔法，用连续胜利维持观众期待值，但也略显急躁。主角收购股权真的必要吗？会不会显得多此一举？此举不仅是反击，更是切断对方利用舆论再次伤害妹妹学业的后路。逻辑严密，是巧合还是早有预谋的因果报应体现？纯属时代洪流下的必然清洗。物价暴跌让贪婪者瞬间破产，天道好轮回。接下来最该做什么来彻底巩固这份来之不易的新生活？他需建立独立于旧圈层的全新秩序，用绝对实力守护家人，远离是非与污名化。物价暴跌后，整个社会阶层秩序重组，沈燕为何要买下整栋楼？低价抛售让资本家瞬间破产，他买房是为建立绝对安全区，隔绝恶意。网络谣言四起时，校方态度暧昧，这是否暴露体制性冷漠？舆论风暴下，弱势群体必被牺牲，唯有实力能打破偏见，重塑规则。沈燕带妹妹远走高飞前，最后看了一眼旧校园，有何深意？那是告别过去苦难的仪式，象征彻底斩断贫穷与屈辱的精神枷锁。沈燕手握巨额财富，房产交易瞬间重构了话语权，金钱让曾经的嘲讽者沦为乞求者，彻底颠覆了原本的阶级压制。沈燕为何选择公开反击而非私下解决？这是否过于冒险？沉默只会坐实罪名，唯有在舆论风暴中心亮出铁证，才能掌握主动权。这是破局的关键一步。房产交易瞬间重构了话语权，金钱让曾经的嘲讽者沦为乞求者，彻底颠覆了原本的阶级压制。沈燕为何选择公开反击而非私下解决？
这是否过于冒险？沉默只会坐实罪名。唯有在舆论风暴中心亮出铁证，才能掌握主动权。这是破局的关键一步。宋兰怀孕一事被当作把柄，她腹中的孩子究竟是谁的骨肉？这对后续剧情有何影响？那是她与权势交易的产物，注定无法在阳光下生存，将成为其道德破产的最后证据链一环。听证会虽胜，此举是否多此一举，引人非议。物价暴跌让金钱定义权彻底翻转，昔日穷酸瞬间成金主。沈燕不再看脸色行事，而是直接收购学校股权，掌控舆论命脉。反派一家因贪婪妄图抄底资产，却见资金链断裂，被时代抛弃，更是新旧秩序更替的残酷筛选。沈燕刚买完房就遭举报要开除学籍，她心里真的慌了吗？表面镇定是伪装，内心恐惧被再次剥夺尊严才是真相。面对毕淑的听证会，他为何敢直接公开所有录音证据？因为前世惨痛教训让他明白，此刻退缩便是万劫不复。温直提供的代码备份究竟起到了什么关键作用？那是唯一能证明清白且无法被抵赖的铁证链核心环节。宋兰腹中胎儿在舆论战里成了谁的把柄与罪状？既是他贪婪的筹码，也是最终自毁前程的最致命漏洞。表面是投资创业，实则是彻底切断反派利用舆论反扑的后路，掌控话语权。前男友母亲因贪婪被带走调查，难道只是运气好才没酿成大祸？既然尘埃落定，他深知金钱非万能，守护妹妹的安宁未来。听证会虽胜局已定，物价暴跌后，沈燕一家命运为何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？这背后折射出怎样的时代背景对个人的碾压式影响？极端经济环境瞬间重塑了社会阶层规则。昔日被嘲笑的穷学生，如今掌握绝对购买力，让势利眼者自食恶果。面对周围人的冷嘲热讽和恶意造谣，沈燕为何不再寻求解释，而是直接反击？这种态度转变是否显得过于激进？在通胀与通缩交替的疯狂年代，沉默只会助长霸凌者的气焰，唯有雷霆手段才能打破既有的不公秩序。物价暴跌如何惩罚了贪婪者？物价暴跌后，沈燕一家命运为何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？这背后折射出怎样的时代背景对个人的碾压式影响？极端经济环境瞬间重塑了社会阶层规则。昔日被嘲笑的穷学生，如今掌握绝对购买力，让势利眼者自食恶果。面对周围人的冷嘲热讽和恶意造谣，沈燕为何不再寻求解释，而是直接反击？这种态度转变是否显得过于激进？前男友一家被除名后，这不企图什么利益？非为扩张，让他在行业彻底断粮，无依无靠。既然恶人已倒台，难道不松懈？绝不放松。既然反派母亲已落网，这操作是不是有点多此一举了？剧本此处暗藏深意，并非单纯敛财。看来编剧想给主角留条绝对安全的退路。正是如此，用资本力量构建防火墙，让任何针对沈燕的指控都失去法律与道德基础。这种将个人命运绑定于机构股权的做法，在短剧中确实少见，且风险极高啊。但这恰恰是剧情的高光时刻，它展示了主角从被动防御转向主动掌控局势的智慧。物价暴跌后，沈燕为何不再纠结眼前恩怨？他已看清旧时代穷人的生存法则。因为金钱不再是衡量尊严的标尺，阶层固化彻底崩塌，规则由强者重写。此时将妹妹送入学府是否过于超前？毕竟社会偏见尚未完全消除。正是为了打破代际传递的命运锁链，用知识壁垒筑起新防线，抵御流言蜚语。
面对可能出现的新型资本打压，沈燕是否有足够准备应对下一波风暴？绝对有。他手握万亿资产与舆论主动权，非为扩张，而是切断离近学术退路。难道不松懈？绝不放松。收购股权后，沈燕为何还要持续监控校园？难道不怕新管理层反水吗？并非不信任，而是用资本换时间，确保妹妹在学术圈彻底安全无虞。她现在的精力该不该用来享受财富带来的自由生活？当然不是，真正的报复是让那些造谣者看着自己亲手毁掉的声誉慢慢腐烂。面对周围人突然的巴结奉承，沈燕会不会再次陷入虚荣心的陷阱而迷失自我？不会了，前世教训让他对人性保持绝对清醒，只给真诚者留有余地。剧本此处安排听证会反转，是否过于刻意？观众能否接受这种机械降神般的真相大白？并非巧合，而是主角前世记忆与今生资本的双重铺垫，让反击显得逻辑自洽且爽感十足。正是这种极致反差，才凸显了恶有恶报的主题，也让主角守护家人的动机更具说服力。物价巨变后，社会规则全乱套，为何还要盯着校园？就阶层崩塌时，新资本必须清洗学术圈黑幕，才能站稳脚跟。那些突然巴结的人，是不是真心悔悟了？不过是怕被连累，想攀附富贵。人心在金钱面前瞬间变脸。沈燕此时该不该享受这突如其来的巨额财富？享乐太早会麻痹神经，他要用钱买时间，巩固新秩序根基。恶行既除，沈燕为何仍紧盯校园动态？资本只是护盾，真正目的是给妹妹铺平前路，彻底隔绝学术圈污名化风险。面对满街谄媚者，他会不会重蹈覆辙，被虚荣吞噬自我意志？前世惨痛代价铸就了绝对清醒，只向真心人敞开心扉，绝不迷失方向。沈燕买下顶层豪宅后，离家母女为何仍不死心纠缠？他们并非单纯嫉妒财富，而是试图利用旧日关系网反向收割主角资源。权力结构已从平级竞争变为降维打击，对方妄图用道德绑架掩盖学术剽窃的罪行，不再需要妥协退让。这种不对等的博弈中，反派越是纠缠越显可笑，其家族内部因贪婪早已分崩离析，根本无法形成有效抵抗力量来对抗主角雷霆手段。听证会前导员突然变脸，这反转是不是太生硬了？恰恰相反，这是利用人性弱点埋下的伏笔。恶人联盟早已内定结果，才更显讽刺。沈燕面对新证据链毫无惧色，他此刻的心理状态究竟如何？难道不怕被当众羞辱吗？手中铁证才是底气，根本无需向任何人证明清白。宋兰和黎晋在听证会上还能翻盘吗？编剧这样安排结局是否过于理想化？剧本在此处安排绝地反击是点睛之笔，用技术逻辑碾压道德绑架才最解气。沈燕为何不直接拿钱走人，非要留在学校对峙？这种选择是否明智？剧本在此处安排绝地反击是点睛之笔，用技术逻辑碾压道德绑架才最解气。沈燕为何不直接拿钱走人，非要留在学校对峙？这种选择是否明智？时代背景决定了他无法独善其身，舆论风暴下必须亲手撕开谎言遮羞布。周围人的态度转变太快，这是否符合现实逻辑，还是剧本强行降智？这是阶层固化下的典型反应，金钱瞬间拉平了过去10年的贫富鸿沟。面对巨额财富与周围巴结，他内心是否渴望被理解，而非单纯享受特权？前世因软弱错失良机，才酿成大祸，今生必须用实力守住底线。真正的安全感源于清醒的自我认知。当昔日仇人试图利用规则反扑时，主角的愤怒与恐惧在瞬间如何博弈平衡心理防线崩溃边缘？
他深知仅靠金钱无法填补信任裂痕，唯有彻底揭露真相，才能终结噩梦循环，避免悲剧重演于眼前。沈燕手握巨额资产，为何还要在舆论场死磕？资本只是护盾，资本只是护盾。面对满街谄媚者，听证会定论让主角彻底翻身。为何还要在学术圈死磕到底？这是为了斩断前世阴影的根源，防止类似悲剧再次发生，给妹妹铺路。面对满城风雨和众人的围观，指指点点，他会不会迷失自我，走向虚荣？前世惨痛教训铸就绝对清醒，只向真心人敞开心扉，绝不重蹈覆辙。